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外星人。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飞碟技术、外星人访谈。上一期我们聊到重量级爆料人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在多伦多大学演讲和不明飞行物听证会，还有2011年的 UFO 大会的时候，都公开爆料了外星人已经存在。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重磅爆料人的更多爆料。2014年12月31日，保罗先生再次接受采访。保罗先生还披露了目前最新的已经到访过地球的外星人种类数量。几年前，他掌握的信息表明，外星人的种族在12种以内。不过从最新报告来看，目前已知的外星人已经多达80到200种之多，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保罗先生还说，他收到的最新报告还表明，有一些外星文明在地球几个地方都设有基地。这些外星人形态各异，其中有一个种族看起来像螳螂，而小灰人就和我们看到的爆料差不多。还有的是高大灰人种族，还有一种更接近于人类的种族，叫诺迪克族的外星人，也叫北欧外星人。他们是来自昴宿星团，他们就在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里面工作。他们身材非常高大，大概在1.8米到2米之间，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皮肤非常白。他们就算走在街上，人类和他们擦肩而过，也便认不出来。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有心灵感应，内心非常善良，关注人类的爱与精神成长，并为人类提供适当的保护。他们还非常关心地球的环境和世界和平，对核武器表示担忧。保罗先生表示，宇宙中充满了各种生命，有太多不可能，比我们先进的种族比我们还要谦虚，而很多人类却自大地认为宇宙中不会存在除人类以外的文明。如果外星种族已经在地球生存这么长时间了，那么人类应该最为关心外星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保罗先生表示说，外星人和地球人最近几年频繁接触，每种外星人对人类的目的都不太一样，他们中大部分是想帮助人类，也有那么1、2种外星人对人类别有所图。保罗先生说，这些外星人来自宇宙的4面8方，抛开其他外星系不说，在我们太阳系内部就有外星人，他们来自土星的一颗卫星，还有来自金星和火星。所有外星人相互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外星联盟，有着相关的组织协议规定，例如不能在不被邀请的情况下干预人类的自身发展。他们认同地球是地球人的家园，人类有权自行发展、自行管理。但是近些年，外星人对于人类滥伐森林、污染河川、排放废水到海洋当中等等伤害地球的事情是十分不满的。更危险的是，人类自从发明了原子弹之后，不仅仅会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也会破坏他们的空间。因此他们更希望和人类合作，教导人类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会从人类中挑选出一些不害怕外星人并且合适的人类和他们进行合作。这些外星人的科技超级先进，人类科技和他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鸿沟，而人类近现代的科技成就和突破有很多也都是来源于这些外星科技。咱们回想一下，40几年的时候，也就2战的时候，人类还在用螺旋桨飞机，非常落后。到60几年的时候，就突然能登月了。短短的20年，人类从螺旋桨飞机到登月，怎么突然有这样的科技飞跃呢？其实，我们前几期聊过的1947年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后，美国就开始对外星技术进行逆向研发，保密措施相当谨慎。美国会将这些外星技术拆分成很小的环节，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在不同的实验室进行研发，比如将一个很小的碎片交给一个实验室去研究，这样化整为零的方式就能够很好的保密。而且在美国的保密部门，有关核武器的信息都属于 Top Secret 最高机密等级，而外星机密等级是比核武器还要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就是说，就算是总统也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些机密信息的全部内容。保罗先生说，美国从逆向工程研发中获利不少，人工智能、机器人、微型芯片、集成电路等，这些就是几十年前被引进到美国工业中最明显的外星科技，然后又扩散到全世界。保罗先生还说，在外星逆向工程中有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对能源系统零点能的开发。在真空中，零点能比核能要高出几个级别，灯泡大小的零点能所产生的热量就能让整个地球上的海洋沸腾。
但是这个技术离真正应用，预测还要进行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研发。主持人问，以您加拿大前国防部长的角度来看，星际大战有没有可能会爆发呢？保罗先生说是有可能爆发的。外星人大规模出现在地球上是从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因为掌握核武器是星球文明突破第一界限的标志，外星人认为我们掌握了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东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对地球和宇宙中的其他文明产生影响。所以外星人会经常在核武器设施的附近出现，但是并不清楚外星人的最终目的。目前看来是为了控制局面。如果人类继续不管外星人的警告，破坏地球环境，破坏外星人的生存空间，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就非常危险。但是与其为星际大战做准备，倒不如试着和那些善良的、友好的外星种族进行沟通和合作。保罗认为，人类本身对地球和人类同类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要远远大于负面外星人对人类的伤害和奴役，并且外星人的科技水平是绝对碾压人类的。所以保罗先生觉得建立太空军队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最近几年人类又是怎么做的呢？2019年9月17号的时候，美国海军首次承认了 UFO。2019年12月17号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授权组建了太空军，成为了美国第6个武装部门。2020年5月18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队正式成立。生前年迈的保罗先生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处森林小屋里，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他的女儿每周会去看他一次。他说自己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对于掌握外星人信息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机密的人，如果不告知公众，才是最孤独的。Children survive the idea of the Tooth Fairy and Santa Claus when they become adult. I think the citizens are quite capable that we live in a cosmos teeming with life. 以上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先生临终爆料的外星人机密。不管是谁出来现身说法，也不管有多少证据去支撑他们的论据，不信的人总会持怀疑态度。但是不管信与不信，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当那些善良的地星种族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愿意和他们一起朝夕相处吗？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另一位重磅爆料人。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